大家好，我是先锋军。改朝换代后的海军大将里，和路飞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藤虎了。出现在德雷斯罗萨的藤虎，其实像是接替了战国与轻质，让我们看到海军里还有真正仁义之士。海贼王里的海军其实也逐渐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战队。海贼里有草帽一伙这样自由正义的，也有打家劫舍的。这就是尾田塑造故事和角色的丰富性，不管哪个立场何种位置的人，都跟自身的价值观有关系。其实从藤虎第一次出场，我们就有所警觉。他路过路飞等人时，索隆的手放在刀柄上，屏息观察，说明他是察觉到藤虎不是普通人的。和赤犬不一样，藤虎的重心不光是抓捕海贼，他更重视平民的安危。他在竞技场争夺燃烧果实时，让部下去调查看台上观众人数以及整个城市人口。他说，比起敌人的数量，我们要先清楚的难道不是我们要保护的人吗？所以我认为藤虎是海军里新的平衡人物，让我们在轻质离开后又看到一个三观正常的大将。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海军在海贼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海贼王里的海军因为和主角站在对立面，我们自然把他们当成了反派，但是尾田并没有塑造一些扁平丑恶的海军来刻意对比。一直以来，海军都有像烟鬼、斯莫格、轻质等人一样的人，他们有着为黎民百姓伸张正义的初心，但显然战国是在顶上战争之后发现自己迷失了，而轻质和赤犬三观不合，无法听命于他，决定退出。于是藤虎必须出现，他是可以与赤犬抗衡、坚持自己立场的人物。在最新和治国篇里，穿插了当年罗杰在成为海贼王之前的历程。我们看到其中有一段卡普和战国的戏份。卡普拒绝做海军大将，是因为不愿意当天龙人的走狗。可想而知，海军内部从20年前就已经开始倒向天龙人。在香波地群岛，我们看到天龙人一挨打，大将立马出面。难道受苦的不是被天龙人买卖的奴隶或欺压的百姓吗？尾田在人物的出场上面一向安排的明明白白。香波地时候派黄猿出来给天龙人撑腰，司法岛时期是轻质最后放过了路飞，再到现在德雷斯罗萨，藤虎再次认可路飞并亲手送走他们。藤虎的角色我认为意义重大，他不畏惧赤犬的权利，更不屈服于自己无法认可的正义。只有这样的人出现，海军和政府才不至于完全沦陷为反派。在之前我们总调侃说斯莫格的本职工作就是来助路飞一臂之力的，但现在藤虎有更好的魄力和大局观，他能让海军这个整体做出改变的力量更大。对比斯莫格，他虽然最早知道路飞是非主流海贼，和打家劫舍的海贼不一样，但他也没有办法忽略海军与海贼的对立关系，所以无论如何坚持要抓他。但藤虎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但放走路飞，还承认了路飞拯救一个国家的作为。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出斯莫格是一个好海军，而藤虎是一个好人，一个遵守自己的职责，一个遵从自己的内心。于是藤虎这种自我的做派让人觉得他侠肝义胆，他在德雷斯罗萨的下跪让我们另眼相看，可是到了赤犬那里就成了丢海军的脸。赤犬没有对这次抓捕多弗朗明哥表示什么，而是对藤虎说，你给我们的正义丢脸了，并且告诉他，如果没有拿来草帽和罗这两个人的脑袋，别想跨进基地一步。藤虎毫不畏惧地回，正合我意。我从这句话突然看到了路飞的影子。当年司法岛上射穿旗帜与世界政府宣战的路飞也愤怒地喊，正合我意。感觉好像藤虎是要辞职了，但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后续的情节，他到底要干什么确实值得我们关注。这可能会在之后世界会议上看出端倪，但也许是下一次藤虎与路飞一伙相遇的伏笔。如果进一步猜测，他会不会带领一部分想要改变的海军进行内部革命？现在有科比、斯莫格，外围的轻质，或许还有退休的战国，说不定他们会一起发动一场海军内部的变革，肃清一切极端正义和不道德的现象。我们分析一下藤虎的个人立场，他其实半路出家当海军，可以看出能力很强。这样的人在海贼王里一般就分为和主角三观契合的，以及和主角不共戴天的，而且不分工种和职业。因为个人能力再强，如果走了极端，那就变成赤犬。藤虎这把年纪应该看过了世间苦难，所以他做海军的初衷一定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有责任感，并且坚持自己要维护的东西。其实这和轻质很像，但轻质更加柔软，没有藤虎做派刚硬。他们会对路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明辨是非，知道孰是孰非。
很多人对藤虎在德雷斯罗萨的作用表示不满，明明知道多弗朗明哥的为人，可是却等到最后才出手。我一开始也不能理解他的做法，但是通篇去站在藤虎的角度来想，我觉得他的考虑是充分的。就比如我们说的人物动机，在这里有合理的解释。他既然接受了大将的位置，那就代表了海军本部的最高战力。他的身份和立场让他在岛上初期还无法做出和海贼一样对抗多弗朗明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王下七武海是世界政府旗下的组织，纵使是海军大将也不能轻举妄动制裁明哥。不管明哥背地里做了多少坏事，表面上他是一个国家备受爱戴的国王，藤虎在当时无法以海军大将的身份推翻他，因为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把世界政府推向被质疑和揣测的地步。这种威胁到世界政府权威的事情，什么时候做或该怎么做，藤虎应该有自己的打算。藤虎的目标是什么？他不是要和政府树敌，而是想废除王下七武海。于是他选择在路飞和罗等人揭穿多弗朗明哥后抓捕，虽然看上去像是个简陋行为，但履行了海军的职责，世界政府一时间也无话可说。这进一步证明了藤虎的大局观和他独特的大将之风。还记得在阿拉巴斯坦篇中，所有人都知道解救了这个国家并且结束了战争的是草帽海贼团，就连斯莫格也是如实上报。但政府是怎么做的？政府决定把所有事情都安到斯莫格身上。对此斯莫格感到愤愤不平，但他无法撼动政府的决定。政府绝不允许海贼里出现英雄这种事情在世间流传开。海贼永远是海贼，不能允许他们成为民众眼中的救世主。我们再看藤虎的做法，他并没有出手帮路飞一伙，而是最后等路飞他们赢得胜利，清除了岛上剩余的恶行，这群非主流海贼颠覆了藤虎对海贼的认识。他很清楚这次是谁站在了正义的一面。藤虎最后向利库王下跪，那是代表世界政府道歉，并且开直播公之于众，让这件事情无法再被政府篡改。他这一跪，既是为废除王下七武海迈出第一步。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藤虎这个地步？斯莫格没有这样的影响力，青雉并不想去替政府和海军承担什么，而赤犬更不能原谅藤虎让他颜面扫地的做法。他做到了无愧于心，就算被赤犬骂了，不让回海军总部，但人家也说了不稀罕回去。所以藤虎在此时出现的作用至关重要，海贼里也缺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我们来看藤虎最后对路飞的态度，有人说他是故意放水，也有人是说他打不过才找台阶下，但我倾向于第一种。因为客观上看，路飞要打赢藤虎还有一定距离，即使要打，也不会在苦战一场之后的情况下。而藤虎看起来是喜欢上路飞了，他那句如果我眼睛没瞎就好了，就能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温和的一张脸吧。这就可以看出他对路飞的认可，并且流露出一种爷爷望孙子的亲切感。卡普还不是一手一个炸弹把路飞送走过，藤虎的追杀完全是形式上的切磋。他等路飞走了，那段温柔的自言自语还被战国发现了，好不尴尬。再分析下藤虎的能力，我们目前只知道他能控制重力，不难判断应该是重力果实之类的，反正能直接反抗地球引力，那就是相当厉害了。他几次动手其实都没有施展全力，最大动作就是在海滩上和多弗朗明哥以及罗那部分，整个地面凹陷成无底洞，直接让一个区域变成无底洞，在他一出场也有过。分店赌博赖账的小混混就是被这么干掉的。除了向下施压，他还能往上让重物失重。追捕路飞那可怕的一幕，可以把地面物体升到空中，集合起来砸向目标。他的能力如果真要对谁有杀心，看上去也是秒杀的事儿。归根结底，如果不是藤虎把海军人品拉回来一点，那海军在赤犬的管理下完全就变成了反面角色。另一位大将绿牛还没有出场，这个时候让藤虎出面也起到了平衡作用。他可以接替青雉，继续代表海军的正义一面。海贼王现在提上日程的副线剧情，世界会议已经决定废除王下七武海，相信这让藤虎也舒心不少。相信藤虎在日后的故事中还会坚持自己的使命感和正义，实现自己加入海军的目标。我们只要知道，万物追本溯源都有善恶之分，并且任何一面走到极端都有可能扭曲初衷。海贼的世界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在立场不同的情况下也要保持自己善良的初衷的重要性。藤虎大叔也被路飞收服了，他就是那个眼盲心不盲的海军希望吧。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